看到后面那些山没有？翻过去，它就是缅北。前面估计就到了国外了吧？走，说马上就要到缅北了。等一下，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我去探险了吧？当然没有。那这次呢，我们也跟着魏牌一起来到了一座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来，甚至他都不会知道的城市，位于云南边境的孟连县，看看这座城市究竟有什么东西呢？来这之前我都不知道，中国98%的咖啡都来自于我脚下这个地方，因为这边呢日晒充足，而且呢它昼夜温差稍微有点大，所以特别适合咖啡生产。其实早在130多年前，云南就开始种植咖啡，但因为地处偏远，没有形成规模，所以在10多年前，一位叫做阿奇的年轻人，也就是屏幕中这位长发男子，来到了孟连县，向这里的农民传递咖啡知识，寻找中国咖啡的味道。而我们所在的茫茫村就是他所创立的。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咖啡诞生的故事吧。你敢信吗？这不是什么蔬菜啊，这居然是咖啡苗。咖啡最小的时候它就长这样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花还挺好看的。但你知道这什么花吗？这不是茉莉花，这是咖啡的花。我第一次看到咖啡的花，而且它挺香的，你知道吧？但现在这个季节呢，看不到咖啡豆。不过呢，这个书上有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，咖啡豆是从这种绿色的果，对吧？然后到半熟，到成熟，这个时候呢，就像一个樱桃，然后呢，开始慢慢的变成这种干果。听到我后面这个声音没有？我身后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是加工咖啡的地方。那我们看看日常喝的咖啡，它到底怎么来的？那在这里进行的步骤是干燥、去皮和脱粉，最终呢得到这一整袋的咖啡豆。这里太潮了，我抓把出来，你看，这其实就是咖啡豆，然后剥出来之后，它里面就是那种咖啡豆了，然后去烘焙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可以做成一个成品了。然后这些呢，就是它正常的一个在里面去壳的状态。不过在这里喝跟在城市里喝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在城市里喝那叫什么？那叫续命，没有办法。但这里喝真的是享受，喝着咖啡，你看远处还有这么多山，哦，这感觉真好。来巧了，前几天呢泼水节，所以呢今天算是这边傣族一个新年。然后你看他们给了我这么多当地小吃，然后呢这边再做一个仪式。这里过节的氛围真的比我们那边强很多。你看那边人家在敲钟，然后这边他们在这些树上自己做的东西上，然后绑上这根线。这根线呢，一根线代表一个人家，然后它会直接连到里面的庙里面，连到佛的旁边。咱们进去祈福一下，好吧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现在在山路上，看看它的 NOA 能不能用。哦，真的可以！我靠，它开得好快啊！它开得比我刚刚开得快。我操！而且这条路连车道线都没有，我不知道它按照什么开的。你有病！那下午的时候啊，当地朋友还带我们去了卖民族服饰的服装店。穿哪个？绿的适合你。穿不下，太小了，放回去，给人家放回去。找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件男款，对，太小了，不是这个太小了。结果在兰州拉面的服务员，来碗面，来碗面。果然服装店不适合我。真男人应该去这种地方。走，上网玩呢。孟连县呢逛的差不多了，那咱再来看一下，咱们今天开的这辆车就是这一台25款的魏牌蓝山。那这台车其实一句话总结，它就是理想 R8的一个平替啊。这看一眼内饰就知道了，你看这也很理想嘛。而且这辆车智驾刚刚试了一下，确实还可以，但是有点不一样，这车的冰箱它居然在主驾这个位置，来在这儿，你看给我们准备水。今天云南也比较热嘛，然后包括你看我们在寺庙里拿的这些红糖糍粑都可以放里面，可以保鲜。那这辆车呢，我觉得重点就是这个后排，看这配置，看小桌板，对吧？这边有一个。然后呢，座椅加热、通风、按摩它都有，并且呢，它还有个这个电视啊。小魏同学，打开头顶电视，对啊，它应该支持手势操作，你看，也很方便。那今天在孟连兜兜转转兜了一天，对吧？开车也开了很久，坐在这第2排休息啊，确实也蛮舒服的。再来后面看一下它的第3排，哎呀，
今天车上呢也坐了5个人，对吧？第3排座其实也还行，能接受的一个状态。不过呢，还有一点很大区别，这辆车呢，它是一个插混带变速箱的长城自研的一个 Hi4 的一个插混，而理想呢，它是一个增程车。不过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呢，感觉这辆车它会比理想更省油一点。最后来听下摄像老师对这台车的评价：买车就买魏牌蓝山，大家记住，是他推荐的。